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Big Joe 的频道。那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话题呢，是中国的 MBA 留学生毕业之后应该是留美呢，还是应该回国呢？那这个呢，可以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我从2010年开始就在国内的最大的 MBA 申请论坛 Chase Dream 做北美 MBA 申请区的版主。那到现在呢，已经快1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跟无数的 MBA 的同学聊过这个话题，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节目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仅仅对 MBA 有帮助，可能对别的专业，只要是在美国留学，你都一定会怎么样呀？会遇到这个问题，会遇到这个选择，到底是回国呢，还是呢留美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我的看法。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所以不要错过，请一直看到最后。好，读 MBA 到底是留美好还是回国好？那作为一个商科毕业的 MBA 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呀？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是什么呢？哒哒，就是 It depends。这个回答是不是非常好？好，那先说说这两个选项的大致上的情况哈。如果你只考虑个人发展呢，大概率呢还是回国的机会呢要好一些。毕竟中国怎么样呀？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跟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相比呢，机会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你在美国受过教育，回国去之后呢，你会带来跟其他的这个中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些人呢不一样的经验和能力，所以在国内呢，其实经济的发展呢，使得呢你回去的这个职业发展呢也会非常好，而且事实上呢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看跟我差不多时候毕业的这些同学回中国去之后都发展的非常好，要么在创业上呢已经有小成，要么就是在这工作上总监啊、副总啊，好多这样的人就做的已经是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这个呢我觉得呢回国确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留美呢，相对来说呢，就会有一些挑战，就是特别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是外国人，那么你在美国又没有根基，你没有足够的人际网络，然后你对文化和语言各方面都多少有一点点不足，跟本地人比起来的话呢，所以呢，你从一开始呢就体现了一点的这种劣势在里面。那美国经济发展又不像中国那么快，所以相对来说呢，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回中国是好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这里呢，我要稍微插一句，这个事儿呢也是分适不适合，适不适合。就有的人呢，他比较适合国内这种环境，他觉得这种接地气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呢，非常的兴奋，怎么样，非常适应。那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喜欢的这种美国的这种各种的规章制度相对健全的这样的环境。那有的人是适合这个文化，有的人适合那个文化。当然，你也要看你适合是哪个文化。大概率来说，国内的机会很多，但是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那还是要看你自己是适合在美国呢，还是适合在中国，就以你个人的性格和你的这个文化各方面的这个倾向性而定。那么刚才说了，如果仅仅考虑职业规划，对大部分人大概率来说是回国比较好。但是呢，很多人做决策，他不是只考虑这个职业的规划，他要看的东西很多，很多呢是属于个人的这种选择，个人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国内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比如说很多互联网公司是玩什么呀？996，对吧？那一个呢，这个对你自己来说是非常疲劳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你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公司，那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你自己。虽然工作是很好，挣钱也很多，但是时间非常少。那如果你觉得时间很重要，那你会觉得，哎，其实在美国呢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时间多的人呢，就更多的个人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比较喜欢美国的这种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喜欢国内的一些做法。那么他也会用这样的一些选择呢，决定留在美国。那还有一些人呢，是比如说他有小孩，他希望去看到这个小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他觉得美国教育可能他更喜欢一点，所以他愿意留在美国。这样的人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所以呢，很多人做决定呢，他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决定，来觉得到底自己是留美国呢，还是回中国去，而不是呢仅仅看职业发展选择。那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那我留美国呢，我确实是，这我必须要承认，是我比较贪恋美国的这个生活，
没来贪恋美国的生活。我觉得美国的生活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我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开心的。那当然了，我当时做出这个选择，我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实际上是损失了一些国内的发展的机会。如果回国，也许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怎样。但是呢，我既然是做出了这个选择，我知道这个事情它对我带来的是什么好处和什么不足之处，所以我做出的是一个我自己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选择。那刚才讲的呢是你刚毕业的情况，那么你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你还想说，哎，那我远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准备在美国攒一点点经验，比如说工作个1年再回去中国，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说，哎，我还是有很多这个在美国的工作经验，这样的话呢，再回国还是有很多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且呢，这些人呢是利用了怎么样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你要回国呢，尽量早回国，你工作个1年再回国，或者你刚毕业就回国。比呢，你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回过去呢，说不定还有好处，因为你先把某些很好的坑给占住了，这个呢，也许是一件好事情。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在美国待时间长久一点，他想拿一个身份，比如说拿一个绿卡，对吧？然后再回去，这个呢，他觉得自己有一个退路，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他就是长久待在美国了，准备拿绿卡长居，对吧？这个他愿意这样，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长远来说呢，就有这样一些。考虑什么时候回国的选择。所以，如果你想回国呢，其实有好多个机会，你可以毕业直接回国，你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回国，你可以拿好绿卡以后再回国，或者你就一直不回国，都可以，这都是你的选择。我个人总体的感觉呢，就是说，如果你想清楚了，说，哎，我想要回国，因为职业发展非常好，那你就回去。如果你说，哎，我比较贪恋美国的生活，那我就在美国待着，这也可以，只要你想好了都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没有想好呢？没有想好呢，我的建议呢是给自己一些机会，给自己一些机会，两边体验一下。比如说，如果你读 MBA 之前只在国内有这个学习和工作经验，那么你不妨呢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看自己喜欢哪一个，然后呢再看，哎，是不是要回中国去。而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美国读的本科，然后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然后在美国念 MBA，没有在国内工作过，那么我呢，确实是强烈建议你回国去体验一下。第一个，去体验一下国内的机遇，你可能会发现国内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要去好好的去利用这样一个中国的发展机遇。或者呢，你也许会发现你对国内的很多的幻想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因为有一些人只在美国读过书，只在美国工作过，他对国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看到了很多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那边挑战的一面。也许他回国之后会发现这个不适合自己，这个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发现不适合自己，因为你在美国工作过，你有 H1B，你要想回来，其实呢也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怎么样呢？如果你在中国工作过，那么你就在美国试试看；如果你只在美国工作过，那你就回中国试试看，给自己一个选择，给自己一个体验，然后呢再来做这样一个选择。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要后悔，不要后悔。你不要说，哎，当年说，哎呀，当年我要是选择留美会怎么样？或者说，哎呀，当年要是回国就好了。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去就是试一下。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你还可以回来，可以来，可以去。所以怎么样？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去经历一下，然后再做比较，再做选择。那么呢，这个说到这个怎么能够 keep 自己的 option open，就是给自己更多的这样选择机会。那不管你是从国内申请的呢，还是在美国申请的呢，那么你想要给自己留一些机会的话，你要考虑到这个签证的问题。签证的问题，就你知道，美国对于 MBA 的这个学历呢，一般只有1年的 OPT，所以的话呢，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去试试看一些跟 STEM 有关系的项目，比如说，如果在 Tier 1的学校里面，我知道沃顿它是有一个 BA 的 track，如果你走这个 track，你是可以有 STEM 的。那如果你是 Kellogg，那 Kellogg 有 Triple M 的这个项目，那么它是一个跟工程学院合办的双学位，那也是有 STEM 的。这样你会有相对来说，3年的 OPT，给你更多的机会去有这样一个选择，不管你选的是留美还是选择回国。那在 Tier 2的学校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比如说 UIC 的项目，比如说 ASU 的项目，比如说 Rochester 这个 Simon，那么他们呢都有 STEM 的选项，所以呢这些项目呢你都可以去试试看，至少给自己多一点选择，多一点选择的余地。最后呢，我说呢，刚才讲的呢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大部分情况就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有的时候你回国还留美，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因为你一旦做了以后，反向的选择就会变得不那么容易。如果你 MBA 毕业之后直接回中国去的话，你有可能以后就很难回美国，就算你想回来，因为你有签证的原因，你没有 H1B 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一流人？是不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厉害的人？因为我看到的一些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
非常厉害的人是没有国界限制的，没有国界限制的。我看过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超厉害。我跟大家举2个例子，一个是我中学同学，当年在 LBS 念的 MBA，然后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来要到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他是做金融投资这一块的。后来呢，被挖到去迪拜去工作去了，对吧？也是做金融投资这一块。那人家就没有国界这个概念，只要人家公司愿意要你，全世界都是你的机会，对吧？还有一位同学是 UCLA 的一位同学，那这位同学是我见过最作的一个同学，最作的一个同学，他作到什么程度？当年 UCLA MBA 毕业的时候，国内是有很好的 offer 给他，他去了，留美国做了一个 PM 的工作，结果这个工作他没做了1年，H1B 都没有要，就直接 OPT 期间就辞了，然后又回国去了，然后以前的那个工作呢又没留给他，他又重新找。他早上做的不错，现在做到级别也比较高了，非常 senior 了。哎，最近因为家庭的原因呢，又想回美国了，然后公司又把他调回美国来了，对吧？那你看，虽然他很作，但是呢，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强，非常强，因为他能力强，所以他能够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断的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如果你呢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厉害，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一流的人才，当然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你就自己看，你觉得你非常棒，那么你不用担心自己被这样的一个国界、被这样一个签证所束缚，机会呢会存在，不会有国界能够束缚住一个世界一流的人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 Q&A 的时间。今天回答一个问题 ，Google 的 APM 我知道是为没有 PM 经验的人设置的，这其中也包括 non-new grad 吗？我做了快2年的交互设计师，现在在摩根斯丹利，之前是eBay，想要转 PM，之前有过一段时间的 PM intern，不知道是否可以申请 Google 的 APM。首先呢，Google APM 是可以接受有一点点工作经验的人，可能1年最多2年，所以的话呢，你这个情况是可以申请。不过有一点呢，就是 Google 的 APM 呢有点偏技术，它会比较喜欢技术背景的人，比如说如果本科是学计算机的，或者是做工程师的等等之类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是纯设计背景的话呢，这个项目不一定是完全是适合你的。当然了，你可以看其他的一些这个针对毕业生的项目，如果他们也是招1-2年工作经验以内的，都可以尝试。当然了，很多时候呢，你有一些工作经验的话呢，内部转完全是可以的。那摩根斯丹利我不知道，但是在eBay是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内部找到合适的岗位，给你怎么样啊？从一个职能找到另外一个职能，只要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啊，这个呢就是我给你的回答。好，如果你们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怎么样呀，在留言区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也会把一些留言摘出来，或者做一期节目，或者在这个内容中呢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点赞，然后呢，请记得订阅，并且分享给你觉得有帮助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